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和凝血和血栓这个相关的一些药物。那么这药物呢和血栓相关的药物，其实我们通常所用到的学习过程中提到比较多的我认为是这三大类药分别是溶栓、抗凝和抗血小板药。那么这三大类药其实对于咱们的凝血系统都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但是呢，它们之间又有很大的差异。在学习过程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同学可能在一开始这个阶段搞不清楚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区别这个比如说抗血小板药能不能有抗凝的效果抗凝药是不是就有抗血小板的效果，或者说都会使得我们的凝血变得困难这些问题呢，其实也很正常可以说是我们学习这个抗凝药或者说抗血栓、栓塞类疾病这些药物呢，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下边我们就进行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复习。那么首先呢，为了了解清楚这几个药物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到底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生理性的一个凝血的过程我们首先得知道凝血过程是怎么进行的，然后呢，这些药物它又分别作用在哪儿，我们就会理解的比较清晰了。那么凝血呢，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血管破了出现这种出血的情况以后，第一个过程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自然的血管收缩过程就是在咱们这张图左侧这个 A 这张图也是网络上引用的下边有这个网址。那么这个血管收缩的过程这个就是我们进行生理性止血的第一个自然的反应不需要咱们人为的去操作，血管本身它就有这个功能也就是说当然你说比如说你发现哪个部位出血了，你可能很自然的去用手把它摁住这样就可以把血管给它压瘪这就是一个咱们人为的一个让这个血管变瘪收缩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其实就算咱们没有这个人为主动的操作，血管本身它也有这种能力当然这个能力它是相对有限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生理的过程。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这个 B 这是什么呢？叫做血小板激活和聚集的过程那么我们看这个黄色这些东西这就是它指的是，你看这个 A 是吧？血小板粘附这个血小板你看就把这个血管壁缺损这一块这个虚线的这个地方往这儿贴就粘在上面粘在上面，这就是第二个过程，就是血小板聚集的过程。那么当然到下一个过程，第三步呢就到了哪儿？到了这个凝血因子它有一个激活，就是凝血因子激活，我们就其实也就叫做凝血机制这个被激活了，然后形成什么呢？形成纤维蛋白这个 fibrin 就是我们的纤维蛋白。那么这一步呢，大家看到除了这些黄色的血小板以外它其实还有一些这种它指的这个蓝条索状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叫 fibrin我们说就是叫做纤维蛋白大家听它这个翻译叫纤维蛋白，对不对？证明这个东西蛋白质很细像纤维状像这种条索状的一个东西，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呢？一开始有一个血小板聚集的过程，把这口先给堵上它形成一个栓子。也就是说，比如说家里水龙头出问题的话，先得有个东西先给它堵住，别让它渗水了别让它喷水，是吧？可能还有少量渗水怎么办？上网子这个纤维蛋白就是这些网，就是一层网。这个网子上去以后就到了下一步，叫做什么呢？叫做这种凝血它有一个 resorption那么其实它呢也是说这个步骤跨的有点大它实际上又分了两个内容。第一个，首先这个网子会把什么给兜住我们血管里有这些血小板先贴口形成血栓给它堵住口子。第二步又铺了好多像钢筋这种东西就是这种纤维蛋白这种条索状东西往上一铺。下一步就是什么？把这个血里边的一些细胞比如说红细胞白细胞你像它这上画了一个，这叫中性粒细胞
就是这个东西，包括它这儿有这什么红细胞，对不对？就被兜到这个网子上来了。这样呢，它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有堵头啊，有钢筋，有水泥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形容，一个比喻啊。我们就从这个比方就能理解出来，哎，这个东西往这儿经过几个步骤以后，就可以把这个血管破损的地方修补起来啊。当然，它后边还有一个就是纤溶过程啊，这个我们后边再说。那么，这个总体来讲，这就是我们一个生理性的凝血的这个过程啊。先是血管收缩，然后血小板聚集贴附堵口子，第3步往上上这个纤维蛋白啊，这就是凝血因子激活了。第4步把这些细胞什么给它兜住啊，彻底把这个血管破口给堵住。当然，最后一步就是纤溶系统激活啊，最后把这个栓子其实也要溶开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我们这个血栓不是一旦形成就始终就固定在这儿不变了，不是的哈，最终它会慢慢一点一点被消融掉啊。否则的话，我们身体比如说这次出点血，下次出点血，这累积起来，这不里边血栓太多了，把血管堵住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啊。所以其实人体这个机制啊，非常的复杂啊，形成了一个平衡啊。暂时需要你的时候，血栓先堵上，但是过一阵呢，它也得为了血管通畅，也要经过一些纤溶系统机制激活以后，把它给慢慢消灭掉啊，把这个血栓就给修平复了。下边这张图呢，我们详细看一下凝血因子的激活过程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3步。那么凝血因子的激活过程呢，相对来讲稍微复杂一点啊，你不像那个血小板直接往那儿一贴，直接往那儿一聚集啊，当然它也有它的相关的一些分子机制，有一些引物啊，什么东西诱导它啊去往那儿聚集。纤溶这个也相对简单啊，包括这个就是纤维蛋白就是纤溶的一些激活物啊，把它激活以后，纤溶酶哈，这个把这个血栓最后溶解掉啊。最复杂的其实就是中间这第3步啊，这个凝血因子的激活过程。为什么呢？因为参加这个凝血过程，这个凝血因子非常多啊，不是说很简单就1个或者2个。它的凝血因子，大家看罗马数字哈，已经很多了。最上面那是12，对吧？最下边这个纤维蛋白其实就是1啊。那么当然，凝血酶最下面这倒数第2层，这个就是凝血因子2哈。那么你看这儿还有一个13，是吧？所以这个很多，就是凝血因子很多。那么同时呢，凝血因子呢又包括了一个叫做内源性途径和外源性途径，它还不一样啊。什么叫内源性途径？就是这血管里边它激活的啊，血管内的这种激活啊，它就是相当于一种体内啊，比如说出现一些什么原因导致血管破裂，它激活的这个途径。外源性的途径呢，可能是由于这种外伤啊，导致从外边这种把血管给弄出一个伤口来啊，那么它走的是外源性途径。那么咱们这个东西呢，因为不需要大家掌握的特别的详细啊，所以咱们就大概说一下啊，有2个内源性途径和外源性途径。那么它们所参与的凝血因子，大家看是不太一样的啊。这是12变成12A，然后11，对吧？然后这是11A，然后有钙离子参与，是吧？有这个9变成8，是吧？然后再从10变成10A。是吧？当然，它这 A 意味着就是什么？就是激活了啊，就是激活。那么外源性途径呢，就比它少了一些哈。这有3，是吧？有7A，有钙，然后呢，也是把这个10变成了10A。那么可以说到10A 这一块啊，到10A 这个位置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共同的通道啊，也就是不管内源还是外源，最后都到10A。10A 呢，再结合这个 PF3 啊和这个 V 就是5啊，还有钙离子。那么激活什么呢？凝血酶原变成凝血酶啊，就是2变成这个2A， 然后呢，这个纤维蛋白原呢又变成了纤维蛋白，这就最后这个纤维蛋白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那种纤维状的结构啊，那种钢筋啊，就是它。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凝血因子的激活过程啊，这是咱们凝血机制里呢比较复杂的一个阶段啊，咱们不需要把这些都记得特别清楚，知道有2个途径啊，我觉得也基本够了。那么再有一个必须要跟大家阐述的呢，必须要明白的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过啊，咱们的体内其实它是存在一个系统性的平衡啊，咱们人体其实我们在学生理学的时候都知道，要达到一个叫做稳态的这么一个状态。
啊，就是人体所谓稳态，你要维持你内环境的一个平衡啊，它的一个稳定性。如果你人体的内环境不稳定，那一定会出问题啊。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你的 pH 值、你的酸碱性你不稳定是吧？一会儿血里边这个 pH 值变酸了，一会儿变碱了，那人体就会出很严重的问题啊。再比如说咱们的血氧是吧？血氧饱和度啊，你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都不行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其实人体就是各个系统啊都要达到一个稳定状态啊，这样呢才能够正常运行，包括在血压上啊，包括在心率上，包括很多啊。那么这一点呢，在凝血上我们体现出来就是什么？血栓啊，血栓的形成是吧？肯定需要啊，比如说什么哪儿出血了或者什么，你肯定需要血栓的形成。但是呢，溶解血栓也需要，是吧？你比如说这个血栓形成了，你没有对它进行这种溶解的机制，那也会出问题啊。举个例子，如果哪一头太沉啊，这就像一个天平，左边是凝血，是吧？形成血栓的，右边是纤溶去分解血栓的。无论哪一头太沉啊，把这天平的平衡打破，就会导致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凝血系统这个形成血栓太强，那么你体内可能就会出现某些血管的这种血栓，慢慢形成动脉粥样硬化里边，这导致的血管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最后导致缺血，是吧？或者说有一些急性的情况，你突然一个血栓脱落，导致一个突发的心肌梗塞或者脑梗塞啊，那叫做栓塞，那就是一个很快的这么一个病情啊，进展非常迅速。那么如果是凝血系统这边太轻了啊，它作用偏弱，太弱了，那就会导致什么呢？纤溶系统过强。纤溶系统过强的话，那它就是说溶解能力发挥的太过分啊，溶的太多也不行啊。你把很多的地方不能溶解的地儿，它给溶解开了，那就会导致什么呢？很严重的这种出血啊。所以纤溶这个系统呢，当然咱们人体的纤溶系统天然的没有那么强啊，没有那么强的纤溶系统，它的作用通常还是比较缓慢、比较温和的。但是，一旦要是用了药物哈，那个纤溶的功能可就很强大了。所以，对于纤溶系统的药物，其实我们用起来是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啊。有一些是禁忌症，是不能用的啊。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刚做完手术，病人又正好发生了一个缺血、血栓的病情，你恐怕用纤溶系统的药物就会受到很大的这种限制啊，因为他怕把你手术部位已经止住的血再导致一个新的出血，那同样是要命的啊。那么这简单讲一下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啊。那么最后呢，咱们就是可以看一下了啊。有了刚才咱们这些知识作为基础啊，我们就可以看一下。那么这张图呢也是最下面有这个图片的来源，它是来源一篇这个公开发表的文章啊。那么当然在有一些像丁香公开课呢，可能也对这个图片进行了加工啊，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借用了这个翻译过来的这个图片。那么它这个就很清晰，我觉得很生动啊，把这个不同的药物它的作用部位、作用机制就给列出来了。我自己呢把这个下边这一块给它画了一个标记哈。那么大家看这一块都是什么？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替格瑞洛和替洛非班。那么这些药物全是对于血小板这个激活这一块有影响的啊。那么它呢会抑制血小板的激活和聚集。那么再有这一块哈，右下角这一块，我把这个溶栓的药物啊也给它画出来了。那么这些药呢，当然就包括尿激酶、链激酶和重组的这个纤溶酶原激活物啊 RTPA， 现在用的叫阿替普酶啊最多。那么前两种其实用的少，因为它副作用太大了，太强这个药，所以现在用的一般是最后这个 RTPA。那么这个药呢，它就是溶解血栓，就是溶解这个已经形成的血栓啊，它是干这个用的。所以呢，相当于左下角这个呢是作用在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凝血机制的第二步哈，就是血小板激活聚集这个步骤。而右下角这个呢是作用在相当于最后这一步哈，溶栓的药物啊，这最后一步了。那么其他咱们临床上见到的大多数的药物呢，可能就是作用在中间啊第三步这个过程啊，就是凝血机制。
你比如说，咱们先从这个华法林这儿看啊，左上角华法林，它抗凝作用是通过什么？抑制肝脏合成225这个9，还有这个是7哈。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说，不是作用在一个凝血因子上啊，它是作用在4个凝血因子的合成上。所以如果用了华法林以后，你体内至少这4个凝血因子就会缺少啊，就会导致你这个凝血机制出现问题啊。那么肝素呢，它也是啊，你看作用在什么？抗凝血酶3，然后这是激动作用，抗凝血酶3，然后还抑制什么呀？这些啊，这一串咱们就不念了。那么这个肝素呢，实际上大家看它的作用机制也非常的多哈，非常的多，也就是不同的凝血因子啊。那么包括你像这个低分子肝素、普通肝素哈，它最重要的都是作用在什么？这个石啊，这个石上，你看这儿有石吧，作用在这个石上，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再看还有一些其他的药物哈，像这个什么黄达甘癸钠、利伐沙班、比伐卢定啊、达比加群啊，这都当然都是翻译过来的哈，很多都是音译。那么你看呢？这个低分子肝素啊，利伐沙班啊，包括这几个是吧？什么比伐卢定啊、达比加群，它们好像只作用在一个凝血因子上，对吧？比较有专一性，那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会比较安全，比较好控制啊，它就不像你用肝素、用华法林，一下子好几个因子都出问题。所以你要用那些药的话呢，一旦是有这种意外的出血，止起来就很难啊。那么你可能就得要等一段时间，它的效果才能慢慢这个减轻。而如果你要是用的这些只作用在一个因子上的药物呢，咱们想一想，它可能就会比较好控制了啊。那么它一旦恢复，就是说你不想用它了，觉得有点过，那么停用以后恢复起来也很快啊。那么所以呢，其实我们说这么多药，只要记住前面几个啊，这个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替格瑞洛、替罗非班，这是和血小板有关。然后尿激酶、链激酶、2-TPA 啊，或者叫阿替普酶，是和纤溶有关。其他的基本都是和凝血有关啊。那么稍微的深入讲一点啊，其实呢，虽然这些药都是和咱们的血栓性疾病相关，但是它们的应用范围啊，它们的应用的适应症还是有一定差异的。抗血小板药啊 ，aspirin 啊 clopidogrel 啊，这两个药啊，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等等，一般是用于什么呢？预防动脉性的栓塞啊。什么叫动脉性的栓塞？比如说突然的一个冠状动脉栓塞。或者突然的一个大脑前动脉或者大脑中动脉的栓塞啊，那么当然它会分别导致心肌梗塞和脑梗塞，主要是为了预防这个。那么当医生判断这个患者可能已经出现了某些冠状动脉狭窄啊，这个比如说可能已经有心绞痛了啊，有冠状动脉狭窄已经诊断明确了，那么他可能为了安全就要让这个患者吃上阿司匹林啊，或者两个都吃上啊。那么或者说在神经内科、外科发现这个病人有明显的颈动脉狭窄，大脑前动脉或者大脑中动脉狭窄50%左右啊，倒还不至于说马上需要做手术啊什么这些。可是呢，为了预防，也会让患者吃阿司匹林啊。当然，如果要是说觉得风险相对高一点呢，可能也是两个都吃啊，阿司匹林加氯吡格雷。那么这个主要是动脉系统啊，用于动脉系统的疾病。那么第二类抗凝药呢，我们说它主要是用于什么呢？静脉系统啊，你像 DVT 啊，深静脉血栓，还有 PE 啊，肺动脉栓塞。那么它的代表药物当然肝素、华法林、什么利伐沙班这些啊，刚才咱们提过。那么也就是说，当你发现一个病人，比如说手术以后，或者说卧床时间比较长，或者怎么样的，他这个有一侧的小腿肿起来了，而且又温热又疼。超声一查，发现他小腿、大腿都有了什么深静脉血栓，那么你就要用到这个抗凝药了啊。比如说你让他吃上华法林，让他用上利伐沙班啊。为什么呢？你一定要知道的就是说，咱们吃这些药，并不是说能把他的深静脉血栓给溶掉啊。咱们吃这些药只是抑制了他的凝血系统，防止这个血栓继续的增大啊，只能达到这个效果。也就是说，它凝血出问题了以后呢，
它不会再那么快形成血栓了，所以这个 DVT 它就不会继续增大。那么最终会通过什么让这个 DVT 消失？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最后一步，这个纤溶系统啊。当你这个平衡在凝血那一侧被抑制住了，纤溶系统它自然作用就会更加明显。所以呢，一般过上一段时间以后啊，半个月、1个月，病人自身的纤溶系统就有可能把 DVT 溶解掉。那么当然，我们说 DVT 其实还不是最可怕的啊，最可怕的是 PE 啊，就是肺动脉栓塞啊。怎么发生的呢 ？PE 就是下肢这个神经脉血栓意外脱落啊。如果它体积又比较大，顺着下肢静脉往上走，进入什么？进入咱们的下腔静脉，然后进入到右心房、右心室、肺动脉，是吧？直接堵在肺动脉主干或者一个比较粗大的肺动脉上。那么这相当于什么呢？咱们的血流就没有办法进入到肺啊。你这个病人就会出现什么？虽然他很用力的去呼吸，很快速的这种呼吸的动作都有，但是由于没有血液经过肺，所以他的呼吸是无效的啊。那么他就没有办法获得新鲜的富含氧气的血，再经过左心房、左心室啊，供应到你身体各个部位。那么这个呢，是临床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急诊啊。肺动脉栓塞仪，这绝对是一个急诊啊！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必须马上抢救，马上治疗啊。那么一般来讲呢，只要病人当时情况啊，不是说被一个特别大的血栓把双侧肺动脉就或者说一侧的肺动脉主干堵得特别死啊，那么病人如果身体素质也相对好啊，倒不至于说死亡率那么高啊。只要这个病人能挺过这前几个小时啊，从我个人经验来讲啊，只要前几个小时挺过去了啊，你可以用那些吸氧啊、镇静啊这些措施哈，那么马上打肝素啊，只要是挺过前几个小时啊，意识还能清醒，基本上慢慢等它纤溶系统激活以后，都可以慢慢就治愈了。那么最后说一下这个溶栓药啊 ，RTPA 啊，当然咱们现在临床用的最多就是阿地普酶啊，链激酶、尿激酶咱们刚才说了，因为它这是2个早期的药物啊，副作用比较大，它的效果太强，所以现在用的很少了。那么这个 RTPA 主要用于急诊溶栓啊，急诊溶栓现在的流程呢，就是说在急诊室，如果我们医生通过评分哈，一个有认证的这么一个专业评分以后，考虑病人出现比如说急性脑梗塞或者急性心肌梗塞这个风险已经诊断很明确了哈，这个马上就可以采取这种静脉溶栓啊，这个就是静脉用药。那么溶栓以后呢，这个就可以使这个栓子啊在很短的时间内啊就可以消融掉啊，恢复供血。那么它这个咱们听起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啊，但是其实它的临床上使用呢，也是存在一定的限制。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用溶栓这个治疗必须掌握合理的这种时间窗啊，也就是说，从发病到用药溶栓，它只有一个比较窄的时间范围。一般来讲，我们说发病那4个小时那是最理想啊，4到6个小时还可以，超过6个小时，它溶栓以后的效果就要差一些了。啊，当然你可以通过某些方法和手段，或者我们说有一些其他的治疗方式，啊，把这个时间窗让它宽一些，比如说能到8个小时。但是呢，反正总体大家要知道，时间越长，效果越差啊，并发症越多。所以我们说理论上最好是在4到6个小时之内完成溶栓，超过时间的话，啊，各种并发症意外就会比较多一些。那么最后呢，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啊，因为有的时候呢，病人没有办法获得这种很好的、很理想的效果，那么这个时候还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方法啊，比如说溶栓没溶开怎么办啊？还在时间窗内，但是溶栓没有溶开，效果不好，我们可以用血管内介入治疗进行机械取栓啊。对于这种脑梗、心梗这种动脉栓塞的病人，可以从股动脉啊或者桡动脉放一个非常细的这么一个导管啊，当然这都是在介入医生这种X 光底下啊，把这个导管要放到血栓部位，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哈，它前面是一个网状的一个支架结构，
把这个支架给它伸到什么血栓这个位置里边，然后打开之后往回拽啊。我们简单讲，这就是拉栓啊，就是把这个栓子给它拉出来啊。当然，这确实是能拉出血栓啊，把这个血栓，包括脑子里的血栓都可以取出来啊。那么有其中一部分病人这样真的就救回一命啊，而且功能保留的相对好啊。也就是说，他不仅活下来了，而且他的语言和运动功能基本上没有太大影响啊，这个疗效就很好了。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像搭桥啊，这个手术，搭桥手术呢，急诊做的相对就比较少了啊，因为条件太有限了，病情那么重，是吧？所以急诊做搭桥手术的比较少啊，介入治疗相对多。那么有一些为什么还有这个方法，主要是为了预防。啊，当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发现病人的冠状动脉已经狭窄95%了，啊，病人也有偶尔的出现这种心绞痛的症状了，啊，你考虑他出现心肌梗塞风险很高，可以做这种搭桥手术。简单讲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图上啊，它这一块有狭窄是吧？这一块明显大家看里边有这种斑块形成，导致血管管腔明显缩窄。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我们不是说把血管切开，把里边血栓剥掉，然后再缝上啊。这个目前在这种级别粗细的这种血管上不是很合适啊，效果比较有限。我们更多的是采取什么？从远处正常的血管那儿搭一个桥过来，跨过它这个狭窄的部位，搭到远端。这样，比如说这是主动脉根部的血，就经过这根桥血管进入到这个狭窄部位远端的血管啊，它远端就不会缺血了。所以呢，我们并没有直接处理这儿啊，没有直接处理狭窄部位，但是呢，通过架桥啊，让它远端同样获得供血，这就是搭桥的一个手术方法啊。我们冠状动脉搭桥简称叫做 CABG 啊 ，CABG 就是冠状动脉搭桥。好，那么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哈。也是同样啊，给大家分享一首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的《无题》啊。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西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好，谢谢各位，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分享，再见，下期我们再见，拜拜。